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在上一集呢有讨论过所谓的讨好型人格有哪些特征跟行为特质，还有呢，如果我们是讨好型的人的话，对我们会有哪些不好的事情呢？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让自己不要去讨好别人，不要再持续的去做一个讨好人的人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一样先跟大家提醒哦，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追踪哦。如果你是一个讨好型的人，你要怎么样停止对别人讨好呢？无止境的讨好其实对自己就是一种伤害。那我们了解了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讨好型的人格其实来自于我们从小也许发展过程当中学会了，如果别人不开心，我去做一些讨好的事情，对方会比较没有这么不高兴，或者是没有这么的不生气，甚至可能不会再做一些例如说不理我啦、沉默以对啦，或者是冷处理啊，或者是对我咆哮啊等等之类会让我觉得很害怕受伤的那种行为。所以呢，我们就衍生出来用讨好的方式来避免再去受伤害。那所以呢，讨好型人大部分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因应措施，这其实是 defense mechanism。但是一样的，我上一集有提到过了，我们如果不断的去讨好别人，其实对自己就是一种内在的一种慢性伤害。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如果你是的话，我们要如何停止在持续的不断去讨好别人。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呢，给自己肯定，也就是 validation。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其实我们属于讨好型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很希望看到外在的一些肯定，看到别人的欣赏、别人的肯定、别人的赞美，或者是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努力。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内在的情绪起伏还有自我价值呢，会因为外在的一些行为，例如说别人的肯定或者是否定而有所起伏。所以呢，这会让我们的情绪起伏，也会让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自我概念有所起伏，它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与其呢，我们不断的去依赖别人，我们把它反过来，从内在给自己不断源源不绝的一个肯定，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给自己一些赞美，给自己一些肯定，知道自己其实很努力在做每一件事情，自己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其实就能够在内心里头产生一个更多的自信，还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自我的概念。所以第一个部分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自我肯定。好，第二个呢，就是学习说不。我们先从小的地方练习，学习怎么样拒绝或者是婉拒。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呢，讨好型人格不知道怎么样去拒绝别人，所以每一个人对他们说的要求，或者是对他们要求做的事情呢，他都只好答应，就算是不想要。那有的时候呢，会发现如果一开始要说不，实在是太难了，因为实在是太可怕了，又很害怕会让对方生气，又很害怕别人会讨厌自己，或别人是不理自己了。所以呢，我们在从练习说不这件事情上，我们先从小的地方开始。例如说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们一起去吃晚餐，然后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个演唱会，但其实你一点都不想。也许你可以跟他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看演唱会，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吃晚餐。又或者是呢，其实我已经有一些事情安排，我可能走不开，但是呢，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喝杯咖啡，这样子我应该是做得到的。我们先从不要去答应大的事情，然后把它转移到一个比较小的，有一个替代方案的方式，来间接的去拒绝你原来最不想要的。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练习学习说不。当你开始发现其实说不是 OK 的，你是做得到的，你就可以再慢慢去练习。当别人跟你要求一些你做不到，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对方说，真的很抱歉，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又或者是呢，其实你对于这件事情的要求对我来说其实有点困难，因为你的要求的时间太短了，我没有办法做到。我们能够比较理智，然后比较稳定的去跟别人说不。OK， 那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我们要时时的跟自己有一些对话，然后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这样子呢，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知道自己内在真正的想法跟自己真正想要做的决定是什么。那有的时候呢，别人可能会跟你说，我们去干嘛干嘛干嘛好不好？
那你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我应该要马上回答，那我不就是要说好吗？Sometimes 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说让我看一下我的行程表，然后我等一下再告诉你我的时间可不可行，好吗？当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的时候，等于是我们给自己一个缓冲期。那这样子一个缓冲期呢，就让我们多一点时间来去检视自己，来审视自己。我真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吗？我的时间许可吗？我的生活方面可以吗？还是其实我是为了讨好这个人，让这个人开心，然后不断的去迎合，然后改变我自己的行程，做各种努力，只是为了让这个人很开心。那我们开始有这些内在的对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清楚我们自己真正想要做的决定是什么。所以有一点时间给自己是很重要的哦。第四个呢，就是确定自己的行程跟目标。所谓的目标呢，或者是行程，就是你可以想想看，5年之后你期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期待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期待拥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当你越清楚你自己的人生目标，你越来越清楚你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你可以再反过来问你自己，那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我现在应该要做的是什么？那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些的时候，别人在把他们的事情加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去衡量，这个跟我自己的期待的目标是迎合的吗？还是其实非常的相违背？那有的时候呢，也许是可以有弹性的。例如说呢，我其实是很希望能够打拼自己的事业，但是有人找我一起出去玩，那并不代表说我接下来5年我都不能出去玩啊。我还是可以给自己一些弹性，去跟别人出去社交，去交朋友，去维系我们的友情。但是我不需要每一个周末都跟你出去玩。所以就是能够很清楚自己想要的，站稳自己的脚步之后，再来看我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我可以弹性配合的，哪一些我可能就是必须要适时的学习拒绝，学习说不。第5个，离开有 toxic 的那种人，就是呢，有一些人呢会让你觉得跟他的互动非常的负面，非常的毒性，就是非常的 toxic。所谓 toxic 呢，就是讲话非常的负面，然后对你充满了批评，然后完全不在意你的界限，也不尊重你的界限或时间，然后对于你所说的事情完全没有在听，也不尊重，甚至你说过他还是不断持续的去要求你。那像这样子呢，就可能是比较毒性的一些人，因为他不在意你的界限，他只在意他自己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还有他自己的感受。对于你，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人呢，其实跟这样子的人相处，我们会变得非常的累，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很辛苦，因为不断的去讨好，还是会不断的被受到批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远离这些人，保持一段距离会比较好一点。OK， 最后呢，一样的，不需要为每一件事情道歉。我们是要学会着不要为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情绪，即使是我可能东西掉了，我都要说抱歉、不好意思。我们不需要为每一件事情道歉，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事情的开头都是说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们可以练习着把这个习惯改掉。那怎么样去改掉呢？一样的，回到给自己一点时间空间去想，回来问自己，我现在有一个冲动，我想要说不好意思、对不起，但是我真的有合理的理由去说明我做错事情了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就只是我是在讨好别人，而不是我真的在做错事情而道歉。所以一样的，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来去检视自己的行为，那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可能过度道歉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那其实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讨好型的人，我很容易会为了别人的不高兴呢感到紧张，又或者是呢很害怕自己做一些事情呢导致别人不高兴。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些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亚洲人吧，华人的文化，因为我们太习惯要以整体为主，我们是一个群体文化，我们不是一个个人文化，所以呢我们会以整体为主的时候，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会影响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感受。如果别人觉得很不好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就必须要去想，到底是什么让这个人感觉到这么不好。也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导致我们，其实我在跟华人工作或者是亚洲人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看见这样子所谓的一个讨好型人格，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导致我们内在非常的不高兴。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是因为其实这个部分是非常难改变。你会发现在即使很小很小的事情，你都会发现，怎么我又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呢？即使我不断的在努力改善，不要再去做一个讨好的人，
我还是会有一些事情忍不住又做出一些可能有一点违背心，又或者是忍不住道歉的一些行为。那像有的时候呢，可能我自己也会跟别人，就是例如说出去玩啊，然后可能传个简讯给对方啊，可是如果对方一直都没有回讯息，然后我就会想说，是不是我昨天说了什么事情让对方生气了？他们为什么不理我？我的朋友是不是讨厌我了？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然后会有一种觉得，是不是要再去传一个简讯去跟对方确认一下，或者是甚至要去道歉一下？那后来呢，我会发现其实，我练习着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去做其他的事情，出去走一走也好，然后去晒晒太阳，让自己去运动也好，然后或者是让自己做其他的事情，去分散我自己的注意力。当我能够分散注意力之后呢，尤其是运动、走路之类的，或者是跟人家谈一谈，我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没有这么的紧张，也没有这么的焦虑。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样的，我刚才有说过的，我们可以去想，跟自己的内在有一个对话，就是我真的有做错事情吗？用这样子一个辩论的一个方式来去 challenge 自己的想法，是我真的有说错话吗？我真的有做错事情，所以他